二顺究竟有多爱女儿于爱？都知道于爱出生体重仅有91克，还在出生第2天被二顺不小心压倒。在这种情况下，熊猫妈妈一般会放弃于爱，而选择抚养更重、更容易存活的于可。但二顺却给了于爱与可相同的母爱。或许是知道多晒太阳对孩子有好处，二顺偷偷带着才2个月大的于爱到外场晒太阳，并全程守在一旁。吓坏了的饲养员用小苹果才把二顺连哄带骗的喊了回去，而于爱也在妈妈细致入微的呵护下，健健康康的长大了。别看爱姐一副甜辣酷拽的高冷模样，但小时候的她特别爱跟二顺撒娇。刚午休醒来就跌跌撞撞跑去找妈妈，母女俩依偎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随后二顺一把将闺女搂进怀里，并折下小树枝拿给于爱玩。当于爱被其他事物吸引跑开时，二顺妈妈还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着，生怕孩子跑出自己的视线。只能说，相较于摆烂带娃的兰贵妃，二顺妈妈简直是熊猫妈妈中的楷模。当休息中的二顺察觉于爱想玩吊床，他立马帮忙压低，让闺女爬上去，看向于爱的眼神里更是满满的宠溺，仿佛在说我的闺女怎么能这么可爱。并且二顺还会摇晃吊床逗闺女开心。发现于爱半个身子悬在了空中，着急的二顺立马跑过去用身体拖住她，简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别的熊猫妈妈生怕孩子来烦自己，而二顺却特别喜欢跟闺女贴贴抱抱。沉重的母爱直接把于爱压成松狮。当于可于爱趴在木架上睡觉时，二顺妈妈悄咪咪把闺女抱下木架，然后叼到石洞里搂着她一起睡。母子三雄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二顺满眼骄傲地盯着于爱的盛世美颜，和李湘看向王诗龄的眼神一模一样。而于可则孤零零地当两雄背景板。当于爱玩耍时不小心被卡住了头，惊慌失措的她接连发出好几声吼叫。虽然最后被李奶妈成功解救出来，但还是给年幼的她留下了心理阴影。或许是回去后就跟妈妈告了状。下午母女俩出外场的时候，二顺带着于爱霸气十足的巡场，想到人的眼神藏都藏不住。想必于爱酷拽的大姐大性格就是遗传自二顺妈妈吧。都知道当熊猫察觉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会下意识爬上树进行躲避，而二顺一家被施工噪音吓到后，他则是先护送2个孩子爬上大树，随后踏着坚定的步伐四处巡场。即便二顺也惧怕这未知的噪音，但他身为母亲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这一刻真切感受到母爱的伟大。虽然二顺早已和于可于爱分开，但相信兄妹俩带着妈妈的爱，一定能勇敢地面对未来的一切。父王最勇敢的儿子去世了。8月26日，中心发文表示，自从25岁的戴笠进入老年期后，身体健康状况就逐渐下滑，甚至后来几乎不再进食。饲养员尝试很多办法给他补充营养，兽医也积极进行诊治和护理，但最终因年老伴随心脏病以及多器官衰竭，戴笠在8月12日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一消息让猫粉们既震惊又伤心，而戴笠的认养人费翔更是发文悼念，祝愿宝贝在熊猫星球能自由行走，并感谢工作人员20多年的精心照顾。戴笠是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当时他的左后腿因受伤严重感染，为了保命，医生对其进行了截肢手术，从此小家伙成了3条腿的熊猫。参与救助的工作人员为了鼓励他，特地为其取名戴笠，寓意期待站立。尽管身体残疾，但戴笠没有向命运低头，3只脚反而让他的活动量变大了。戴笠每天都在石头小径上散步锻炼，和正常熊一样找寻奶爸藏起来的笋笋，甚至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跌倒后，小家伙最终还学会了爬树。在以前我们还经常看到戴笠爬树，3只脚他还能爬树，就特别厉害的一只熊猫，还是很坚强。后来歌手费翔来到熊猫基地参观，一眼就被特殊的戴笠吸引，了解他的事迹后决定终身认养小家伙，并为戴笠取了个小名叫想想。身为血脉纯正的野生大熊猫，戴笠在拥有野性的同时还很亲人。都江堰康养区的所有大熊猫中，高高最爱搞事，而戴笠最温顺。小家伙特别珍惜粮食，从不浪费，吃窝窝头时要2手捧着，不放过任何残渣。喝完盆奶也要将盆底舔得干干净净。别的小熊仗着国宝身份疯狂拿捏饲养员，而戴笠却一直是善解人意的乖乖熊。当奶妈搬家耽误了给戴笠送饭，小家伙不吵不闹，在房间内乖乖等着，让到处欠着熊杖的刘奶妈都愧疚了。你饿到了哈，对不起哈，今天搬家晓得不嘛？哦，人手又不够，没有把你搞忘哈。哦，乖乖的吃哈，慢慢吃哈。哎呦，戴笠最乖。戴笠去世前还曾出镜熊猫一家人。当奶妈带着实习生给他量血压时，一声呼唤，戴笠就乖乖从小床上下来，来到门口跟个小宝宝似的坐好。如此懂事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心软软？原以为戴笠会和高老爷一样长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生坚强的戴笠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原来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希望戴笠能在熊猫星球自由奔跑，和其他小伙伴们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我妈妈还乖。你好，你叫啥子名字？哎，他乖，而且他脸嘴子看到好短哦。脸上也是胖墩儿了，哦哟，胖得像个熊一样，就像乔妹儿那种。每个饲养员对肉肉的第一印象都是乖巧可爱胖嘟嘟，就连圈内熊脉最广的刘奶妈也躲不过我们肉姐的体型暴击。
肉肉从小就比其他小熊紧扎一些，还是个好胃口的大胖丫头。一听到谭爷爷的呼唤，她就知道要开饭了。好朋友心烦一根笋笋还没有吃完，而肉姐已经炫完3根大笋了。当小熊友们聚在一块吃小竹笋时，眼尖的肉姐突然发现角落有个苹果，随后边吃边得意好言，独享最香。此外，聪明软萌的肉肉也俘获了谭爷爷的心。小家伙渴了后就自己跑到水龙头那里，让谭爷爷打开水喝完，还会让对方关上，一整个就是要成精的前奏。并且谭爷爷曾说肉肉长得最紧扎，脸最大，来钓猫时总是能第一眼认出他。其实不仅是因为肉姐有着最庞大的体型，还因为她那所向披靡的抢食精神。哪怕别的小熊已经吃到嘴里了，肉姐也会扑上去从熊家嘴里抠出来，急得谭爷爷不停用钓猫竿敲他屁股。只能说肉肉是美食的忠实信徒。当他从睡梦中醒来时，害怕错过饭点，肉肉就掰开好朋友骄傲的嘴闻闻味道，确认他没背着自己偷吃才肯安心。最终肉肉因为吃的太多长得快，成为第一只因体重超标而提前毕业的小熊。梅兰肉肉不仅长相可爱，抡起拳头来也比其他小熊都快。因为奇异抢了自己的苹果吃，愤怒值拉满的肉肉抡圆了暴揍他，火星子都快要冒出来了。并且肉姐还是只不拘小节的小熊，镜头下的她边吃竹子边制造青团，或许是对自己的粑粑很好奇，肉姐抓起青团好奇地闻了闻，并均匀涂抹在了自己的宽平大脸上。果然还是年轻好，黑历史都是高清的。都知道肉姐从小钟爱香甜可口的南瓜，只见她用身体挡住南瓜后观察舍友反应，看到梅熊在意后立马叼着南瓜钻到木床下，还若无其事地哄走了来找自己玩的朋友。只能说在吃这方面肉姐足足有800个心眼。有次奶爸把她的南瓜分给了其他小熊，结果肉姐看到后简直要气喜熊了。此后在吃南瓜时就会吃一口藏一下，有时肉肉看到奶爸给勇勇爹地加餐，却没有给自己，立马变得委屈巴巴，直接化悲愤为食欲，哐哐啃竹子。虽然我们肉姐笑声粗犷一些，但摆起造型来还是很有气质的，一整个迷死人的小妖精，不愧是猫粉们一眼万年的心上熊。看到谭爷爷推广大使投数票超200万，才明白谭棉花的感情有多受人喜爱。最近成都市原推广大使开启投票通道，最终将选出12名大使参与宣传活动。令无数猫粉欣喜的是，谭爷爷也参与其中，于是纷纷奔走相告，合力将他送上了榜首。截止目前，谭爷爷的票数已超过200万，甚至比其他选手的总和还要多。而谭爷爷之所以能断崖式第一，不仅是因为他对大熊猫的认真负责，还有他和花花的感情温暖人心。花花性格好，就是给他一点吃的，人就可以进去给他抹脸子。我喂的熊猫都很信任我，其他熊猫哈都是用那个自来水管给它冲，前面花花过滤可以进去用帕子给它抹，你其他的超过半岁它都会抓伤人的。谭爷爷嘴上对所有熊猫都一视同仁，可每当谈及花花，脸上总是掩饰不住的宠溺。谭爷爷给其他小熊的苹果都是大块的，而花花的果果则是薄片，平日还会有加餐。这个苹果更快的或者大块的哈，它吃东西吞又怕它卡住，一般人苹果都给它切的比较小块，看有时咬不断，我们就给它准备了竹笋这些，甚至就连窝窝头也会掰碎喂给花花。可见谭爷爷是真心把她当亲孙女看待。当花花生病吃不下饭又情绪不佳时，正在休假的谭爷爷立刻赶回基地，亲自接最爱的大孙女回家。醒来后的花花还有些睡眼惺忪，在看到爷爷的那刻眼睛都亮了，立马上前贴贴表达思念之情，随后心满意足地看着最爱的爷爷。因为感受到对方浓浓的爱意，花花对谭爷爷也非常依赖。看到爷爷正在给叶甜甜喂小苹果，花花边吃窝头边眼巴巴瞅着，活像个被抛弃的可怜娃娃。而谭爷爷自然也舍不得孙女受委屈，赶忙走过来亲手将苹果喂到花花嘴边。谭爷爷离开时，花宝鸡依依不舍地看着，感觉今天的苹果比以前的更甜了。当新来的奶爸来给花花喂小苹果时，因为担心被咬，总是放进去就抽出手，花花下颌短没吃进去就掉了出来。眼看宝贝孙女拢共没吃到几块果果，心疼的谭爷爷顾不得让新奶爸练手，上前飞速往花花嘴里塞小苹果，心想好险宝贝孙女差点就饿死了。谭爷爷把所有温柔都给了他的宝贝孙女，而懂事的花花也从不舍得让爷爷受伤，每次都会等到谭爷爷抽走喂苹果的手后，花宝鸡才会用力的嚼碎小苹果，满眼深情的看着最爱的爷爷。都知道花花现在是亚成年熊猫了，虽然是战五渣，但也有领地意识，有时还会驱赶来投喂的奶爸奶妈，但花花却允许谭爷爷近身接触她，哪怕在喝盆盆奶也没有半分护食的想法，只能说永远会为谭棉花的感情所感动。希望谭爷爷顺利当选市原推广大使，带着宝贝孙女花花一起出道，让更多人知道谭棉花组合。如果大熊猫智商有排名，萌丸排第2，梅熊敢排第1。这天萌丸打包装有窝头的红球，准备找个视野好的风水宝地慢慢享用，结果半路没咬住球，窝头也掉在了地上。毫不知情的萌丸叼起红球继续走，随后坐下打算像平常那样把零食转出来，摆弄几圈后才震惊的发现球里没有窝头。萌丸还以为窝头掉落在附近，低头苦寻，搜查无果后，他觉得是奶爸放到了别处，便开始四处翻找鸡笼木架以及王八壳。那
内心 OS 今天这老登藏的可真严实。而后聪明的萌兰又按打包球的路线走，但还是没有注意到地上的窝窝头，气得他狠狠拍了红球好几巴掌，有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去找奶爸算账，也不知奶爸是如何跟小熊精解释的。萌兰出来后直奔掉落窝头的地方，顺利找到后才心满意足的吃了起来。可以看到萌兰分析事情非常有逻辑，官方认证的智商超群绝不是虚的。都知道萌兰有满院子的破铜烂铁，以及冬天冻定夏天烫屁股的铁王座。梦儿烫了次熊腚后就长记性了，这天帅奶爸来给萌兰送下午茶，放在了铁王座上的竹筐里。萌兰发现后和奶爸进行了友好交流。奶爸，坐在那里吃烫屁股啊！你快给我换个地方用餐吧。随后萌兰转身回到寝室去了，奶爸也按要求把笋摆放到阴凉处，三太子这才满意的出来用膳。其实萌兰从小就会指挥奶爸，学爬树时用小手比划着，指挥奶爸站到对面辅助自己，一整个就是成精的前奏。并且聪明的萌兰还会自己关门收猫，边拉边找锁眼，仔细对准后迅速关闭，生怕半夜进小偷把可爱的他抱走。而当看到庆大越狱被栏杆卡住后，萌兰毫不犹豫的上前营救，咬住庆大的后脖梗使劲往外拉，顺利把自己的好朋友解救了出来。之后萌兰越狱时就牢记头先步，大头能钻过去后再慢慢通过身体，这智商简直比人类幼崽还厉害。此外萌兰还凭借自己的聪明机智获得了不少饲养员的喜爱。一次饲汤员挂在树上不肯回家，萌兰就自告奋勇帮饲养员收猫，连咬带踹把好兄弟踹了下去。奶妈高兴的不停揉捏萌兰的脸蛋，哄得小熊精屁颠颠的回家去了。而发姑奶爸同样对萌兰喜欢的不得了，只见小熊精假装没拿稳，损掉了下去，在发姑奶爸低头的瞬间亲了他一口。就是说萌兰如果把这招用在追女熊上，也不至于快9岁了还是黄金单身汉。明明都是国宝大熊猫，为何有的小熊好看，而有的小熊看着就好笑？眼前这只像被屁崩过的小熊，名叫青花，是狗狗家族编外成员，而它不仅很有圆润年轻时的神韵，16:9宽屏大脸更是神似梅兰肉，因此青花还被网友戏称为肉狗。然而同样是肉嘟嘟的脸蛋，飞云却能成为熊猫圈颜值扛把。圆圆的脑袋轻轻靠在木架上的画面，顿时萌的姨姨们心都化了。飞云不仅正脸好看，侧颜也是一绝。只见他伸出试探的小手去够胡萝卜，然后优雅的放进嘴里细嚼慢咽，简直满脸都写着漂亮2个字。只能说虽然都是国宝大熊猫，但长相差异还是蛮明显的。如果说飞云是靠无敌的美貌火出圈，那显眼包灵颜则是靠搞笑名扬天下。就是说谁家小熊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并且当麦灵颜同时得到新玩具后，麦公子整只熊坐在杯子里恬静又可爱，而胖妍非要倒着做主打一个与众不同。或许是因为胖妍太能霍霍玩具，咖啡杯仅上岗4天就光荣牺牲，连带着小粉轮胎也惨遭熊手。对此灵颜表示不怪我是质量不过关，而搞笑能力与胖妍不相上下的则是熊界牛魔王秦川。不过与破坏王灵颜爱玩玩具不同，秦川喜欢将全身上下裹满泥巴，并均匀地涂抹在墙面上。饲养员见状直接哭晕在厕所。正所谓不是一家熊不进一家门，秦川的弟弟秦华从小就有一把络腮胡，长得像张飞也像李逵，外号小口罩。长大后秦华的络腮胡变成了芝麻胡须，局里听气的模样，还以为是哪家领导下乡视察。不得不说，这要是把秦华和七仔放在一起，不知道的还以为秦华才是那个爹。都说能打败萌兰的只有萌兰小时候的她像极了软萌可爱的玩具公仔，圆圆的脑袋，毛茸茸的身体，甜甜的小奶音，不知萌化了多少姨们的少女心。长大后的萌兰更是迷晕万千猫粉，3分漫不经心，3分自信从容，再加上10分帅气，有种不怒自威的贵气。真的帅，一个小伙子怎么可以帅成这样？如果说萌兰的脸型是标准圆形，那长隆熊猫酷酷则是小扁头。甚至这还是官方海报上面的照片，就是说熊猫的确没有美丑之分，只分好看和好笑。而网友们还知道那些不同风格的熊。晚安，马卡巴卡。看到这熟悉的断电名场面，就知道熊绝对是于爱。想当初小爱正在给自己挠痒痒，没曾想速度越来越快，结果下一秒就因电量不足躺下了。果然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而小爱之所以容易断电，其实是由于平日活动量太大。当馆长外公给兄妹俩安装新秋千后，质检员可爱立马上去检查质量，结果两熊仅用5分钟就让吊桥半残。紧接着明确分工，一熊占据一头，兄妹俩势必要让吊桥暴露全部缺点。果不其然，经过爱的一阵把玩，吊桥的链条彻底断裂，光荣下岗。而心虚的小爱也一溜烟跑得飞快，内心 OS 不关我的事，是质量问题。随后馆长紧急返工，换了更粗的链条，这才终于进驻了可爱兄妹的把玩。
就是说爱姐每天这么大活动量，也难怪会经常断电倒头就睡。当有游客好奇小爱为何张嘴呼吸时，网友解释是因为电池需要及时散热，不然就会马上关机。有时很难不怀疑爱姐皮套下装了个人。自从虫洞施行滚滚自由出入熊舍后，爱隔3差5就半夜出门吃宵夜，咔咔往嘴里炫2个眼睛瞪得像铜铃，这作息时间简直和当代年轻人一模一样。主打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只是爱姐不用担心黑眼圈问题罢了。当外公来钓猫，爱满眼都是吃的，像站军姿似的站得笔直尾巴都在用力，只能说不愧是虔诚的胡萝卜幸运。别的小熊躲雨大多顾头不固定，而爱姐直接站到树桩上仰天长啸，二馆长气势简直拿捏得死死的。有的小熊3岁把幼年园干倒闭了，而于爱才1岁就被网友称为爱姐，每次出场都是霸气侧漏自带 BGM。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不愧是社会我爱姐熊，狠话不多，但其实我们爱是可盐可甜的熊熊，只需稍微出手就能迷晕万千猫粉。而爱雕琢装满水的球球抬头，以及面带微笑歪头挠痒痒的画面，一整个萌到姨姨们心巴上。当爱左右开弓吃笋笋的时候，严重超标的含糖量简直要溢出屏幕。而在发现可可凑过来想要抢笋笋后，爱直接抬起小脚丫表示婉拒。如此甜辣酷拽的宝藏小熊，难怪会赢得无数猫粉的喜爱。希望爱和可可度过更多时光，兄妹俩熊生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大熊猫萌兰究竟有多暖心？当帅奶爸隔着玻璃逗萌儿玩，萌兰踮起脚尖还他一个摸头杀，一人一熊深情对视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并且暖心的他总是事事有回应。当帅奶爸来喊萌儿回去加餐时，萌兰还不太饿，便冲着对方比心撒娇，但看着帅奶爸坚持让自己跟他走，善解人意的萌兰不愿让对方为难，便跟着来到门口乖乖吃笋笋。帅奶爸则温柔的帮萌儿按摩，被如若高兴的萌兰直接笑出表情包。身为熊猫圈赫赫有名的治愈天使，和奶爸拔河时萌儿总会故意放水，而跟萌大拔河却会把绳子绑到木头上，一脸坏笑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当李奶爸在隔壁院子里打扫卫生，萌兰会主动凑过去陪伴对方，还跟李奶爸玩隔空拍手手的游戏，给对方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奶爸们来看望萌兰的时候，他都开心的爬上树站得高高的，摆出各种姿势配合奶爸拍照。这天萌兰正趴在板凳上发呆，突然看到了经过熊猫馆的季奶爸，幺妹儿激动的发出咩咩羊叫，赶紧起身跑来跟最爱的季奶爸贴贴，而奶爸也宠溺的蹲下身摸摸小家伙，哄得萌儿不停打滚，表达内心喜悦。当季奶爸掏出手机告诉他自己要去忙时，萌兰乖巧的点头，不舍得目送对方离去。因为饲养员经常投喂自己好吃的竹子，萌兰也想把自己的最爱分享给对方，于是她精挑细选了根竹子给老爷送去，临走前还不忘回头嘱咐对方要记得吃。就是说，如此聪明暖心的熊熊，谁能不爱？北洞下雪时，奶爸们会陪萌兰打雪仗，虽然萌儿总是吃亏被单方面碾压，但她依旧很开心的跟饲养员们互动，一时分不清是萌兰哄奶爸还是奶爸哄她。不仅如此，萌儿还会热情回应粉丝的爱，每次营业都要趴到窗边开粉丝见面会，直到饲养员催他下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次萌兰察觉没有跟姨姨们说再见，暖心的她立马摇头晃脑地跑出来，跟喜爱的姨姨们一一道别。如此懂事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心软软？而为了答谢远道而来看望自己的粉丝，萌兰也会大方地将竹子分享给他们，并上前贴贴提醒两脚兽记得吃，真的会永远臣服于萌兰的体贴温柔。愿萌儿熊生平安顺遂，喜乐无忧。同样的熊猫爱宝足足生了3个，这天宋爷爷来给宝家族做抽血检查，和以往一样，爱宝伸出手臂配合对方，盯着果果的眼神坚定的像是要入党。正当爱宝冲着镜头散发魅力之际，杀风景的双胞胎急吼吼的冲了上来，谴责老妈吃独食的做法是不对的，并左右夹击试图抢美味果果吃。但早就见惯大场面的爱宝丝毫不慌，甚至看都不看就熟练的把熊孩子推开。毕竟这些招式早就跟福宝实践过了。想当初受害熊爱宝抽血时，福宝也是这样一直在旁边闹腾，最后被烦不胜烦的他一掌拍倒。不过小福被妈妈教训后还不长记性，看到江爷爷奖励爱宝吃小苹果时，小馋猫仍在旁边强行加塞讨要零食。不同于江爷爷温柔安慰他耐心等待，爱宝又一个大鼻兜甩过去强制其闭嘴，福宝只能老实的缩到一旁默默伤心。别看他委屈巴巴，但实际上憋了个大的，趁爱宝抽血时直接钻到他的手臂下，主打一个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要不是小爱足够冷静，恐怕就得挨第2针了。尽管相较于这位胆大包天的姐姐，瑞宝、辉宝这俩姐妹还是略显年轻，但胜就胜在数量多，让爱宝难以招架。这天辉宝本来在油菜花旁边玩，爱宝则蹲在独木桥上嘘嘘释放自我。辉宝看到后不仅不躲开，还好奇的上前用鼻子接新鲜热乎的嘘嘘。而当爱宝四仰八叉的躺在木床上时，
辉宝直接踢脸开大研究老妈如何造红薯，这一举动和福宝姐姐当年似曾相识，只是恰巧艾女士放了个毒气弹，福宝还没来得及干坏事就被熏得晕倒在地。都知道福猪猪喜欢抢妈妈手里的零食，于是他鬼鬼祟祟的来到小艾身边，趁其不备就是一个转身，目标直指窝头。没曾想艾宝预判到了闺女的一举一动，一个大嘴巴抡过去，福宝彻底蒙圈。而这个场景也出现在了瑞宝妹妹身上，同样想抢零食，同样被艾宝大嘴巴伺候。只能说血脉传承还真是门神奇的学问。如今瑞宝长相越来越像福宝，而辉宝性格则跟大姐一样火辣辣，甚至有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福宝曾凭一己之力破坏油菜花，将绿茵茵的院子变成荒原，而辉宝学会后破坏能力更强了，甚至还压倒有弹性的小树谭宋爷爷。就是说辉宝怕不是和老宋有血海深仇，并且福宝和辉宝都是下班困难户，哪怕已经被爷爷抱到门口也仍在挣扎，主打自愿加班赚小零食吃，拥有3只一模一样的熊孩子，也难怪艾宝带娃不再心慈手软。三太子萌兰的学习能力有多强，竟跟游客一学会了擦玻璃。这天外场玻璃上有水雾遮挡，游客看不清萌兰，便掏出纸巾擦玻璃。慢慢发现后也学着对方动作，用熊掌有模有样的擦了起来，不一会就把面前的玻璃擦得锃亮。这下萌兰又能开启全员擦玻璃副业了，把北洞干上市指日可待。其实萌兰这小子打小就很聪明，有次看到发姑奶爸给小熊友洗澡，慢慢便有模有样的模仿起来，撩起水花帮发姑奶爸洗衣服。这国宝级的服务谁看了能不羡慕？都知道熊猫做行为训练会有奖励。当小萌兰突然嘴馋想吃果果时，小熊精就来到栏杆前板板正正的坐着，伸手抓住抽血平台自己做行为训练。不得不说这小脑袋瓜里装的全是智慧吧。而自从在智商启蒙阶段遇到美奶妈，萌兰的大脑封印就完全被对方打开了。奶妈不仅教她要用力抱抱喜欢的事物，还曾手把手教萌儿如何爬墙越狱。聪明的萌兰一学就会，并逐步开始实践。这天萌儿发现了墙上的通风管道，好奇心爆棚的她喊上庆小一起去冒险。由于身高不够，庆小主动给她当垫脚石，可爬上去后才发现通道竟是堵死的。长大后萌兰更是将越狱精神发扬光大。小熊精先是分3次拆下监控摄像头，随后装睡耐心等到游客稀少时再行动。由于身高不够，萌儿搬来玩具球垫脚，抓住喷浴管后便以最快的速度翻越栏杆。要不是围墙外的姨姨不敢上前搭把手，估计萌兰已经跑到深山老林逍遥快活。而已摸到成功边缘的萌兰却绝不会因此轻言放弃。某次看到李奶爸用铁锹挖洞后，萌兰当即学以致用，在墙边刨地道。只见萌兰撅着大腚在墙边不停挖，怕被奶爸发现，还时不时抬头观察动向。可萌儿的举动压根逃不过对方法眼，趁萌兰午休季，奶爸赶紧把洞填平了。原以为三太子会就此放弃金盆洗手，但俗话说强者永远不会抱怨环境，萌兰干脆换了个墙角继续哐哐一顿挖，真怕他哪天搞出来一条地铁来。不仅如此，萌兰还跟奶爸学会了关门。当奶爸忘记关门兽舍的门时，小熊精担心自己半夜被坏人偷走，便自己上手快准横把门关上。如此聪明可爱的萌兰，难怪能成为顶流。林岩和小乌拉不愧是亲叔侄，竟然都喜欢半夜不睡疯狂蹦迪。原本是夜深雄静酣然入睡的时刻，一旁的丁丁妈都已经困得眼皮打架了，小乌拉却还活力满满，嚷嚷着要出去玩，甚至不光自己不睡，也不让老妈睡觉。熊孩子直接一定坐在丁丁妈脸上，这要是换成脾气火辣辣的爱宝和芒仔，铁定得给小乌拉一个大大的过肩摔。但丁丁妈却舍不得打舍不得骂，还强忍困意纵容闺女在自己头上蹦迪，以至于第二天上班时母女俩呼呼大睡。只能说小乌拉不愧是林岩的亲侄女，两熊的作息时间简直一模一样。想当初胖岩为了 KPI 白天拼命整活，直到夜深雄静才有时间填饱肚子。吃饱喝足后，胖岩就琢磨着彩排节目，结果叮叮哐哐的声音吵得隔壁麦麦睡不着。于是下班时，奶爸收走了胖岩的所有玩具。原以为这小子可算能乖乖睡觉，没曾想胖岩又跑到水池里泡澡，宛如拖拉机启动的歌声响。奶爸便干脆放干了水池里的水，可万万没想到胖岩睡觉竟会打呼噜。麦麦死命捂住耳朵，却仍旧无济于事。只能说好在小乌拉和林岩没凑一起，不然麦公子的黑眼圈迟早会变成真的。而小乌拉另一位叔叔芒小五，同样是活泼好动的熬夜小能手。只见小五大半夜不睡觉，趴芒仔怀里吃奶，吃也就算了，还要每个纽扣都要尝一遍，烦的芒仔直接一脚把熊孩子蹬开。吃就知道吃，连个觉都睡不好。此外，身为虫洞新晋顶流，芒小五还格外注重身材管理，夜深雄静时经常跑去练习体操，主打悄悄进步，然后惊艳所有人。事实上，不光小乌拉的叔叔活泼好动，他的亲爹如意更是外号小疯子。小时候贪玩的他怎么都不想下班，挣扎过程中直接撕烂了饲养员衣服。来到大鹅后更是觉醒食铁兽血脉，奶爸制定的体能训练根本不在话下。
闲来无事就拽着盛满水的桶到处跑，这架势和灵岩搬椅子简直一模一样。而如意的亲妹妹暮云同样彪悍无比，也不知是不是来到东北后就入乡随俗了。暮云一有时间就爬上树梢疯狂蹦迪，这架势仿佛是在跟远方的老哥发电报。就连平日看上去慵懒文静的麦麦，也曾在整活时身子卡在了桶里，最后还是奶爸给他拽出来的。果然不是一家熊不进一家门，荆轲的后代怕不个个都是搞笑熊。23届的熊猫宝宝真是藏龙卧虎，一个赛一个的漂亮。最近大熊猫冉冉带着野外引种时产下的龙凤胎宝宝出外场了，姨姨们看到两熊第一眼就惊为天熊，圆溜溜的脑袋，短短的嘴筒，浑身毛发毛茸茸的像玩偶一般，并且两熊年纪虽小，但都征服了大树，生动诠释了什么叫野外严选。不过两熊脸蛋绝美，脑子却有些迷。先是哥哥没刹住车，一头撞在大树上，后有妹妹好奇地扒拉院子里的蘑菇，好在没有吃下去，不然真得向云端了。很难不怀疑冉冉看上了傻白甜老公，不然仔仔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搞笑。而冉冉也对此表示，孩子的也爸爸迷糊，但实在美。只能说大熊猫选老公的审美对孩子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星野木野兄弟俩之所以有张车坐脸，就与野外引种的老妈草草脱不开关系。想当年草草肤白貌美气质佳，还自带一箱美味小苹果做聘礼，野熊们你争我抢要当上门女婿，其中有只圆脸帅哥和车座子哥打得最凶，最终圆脸帅哥成功杀出重围取得胜利。正当他雄赳赳气昂昂的准备亲吻女神时，草草却拒绝了，并羞涩的来到车座子哥身边，表示他早已看上了这位棱角分明的帅哥。圆脸帅哥虽然愤怒，但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只能悻悻离开了。可看着好大儿一个个随了老爹的车坐脸，不知草草心里是否会有一丝丝后悔呢？都知道胖妍脸型像极了亲爹荆轲，看着长长的嘴筒子就知道绝对是亲生的。不过俺们胖妍只是尴尬期略显尴尬而已，如今的他早已蜕变成脸蛋圆嘟嘟的帅熊。而小将身为熊猫界独一无二的一匹，明明按照两脚兽界流行的网红锥子脸长的，却没少被调侃，甚至被误解为遭受虐待。原以为这小子的老爹绝对是个车座子，但小将的爸妈杨洋、苏林其实都是大圆脸，姐姐小卢也是圆嘟嘟的脸蛋和短嘴筒。对此小将表示，你们完备我就不该出生。只能说小将再忍忍，没准大变熊样了呢。当初乔乔野外引种时遇到包子脸男熊，没多久便生下了双胞胎乔包包和乔兜兜，兄弟俩像极了二头身子的晴天娃娃。然而别看两熊长相可爱，战斗力却很弱。兜兜和一家住在一起时就经常被揉捏，毫无还手之力的他只能嗷喊救命。而哥哥包包战斗力甚至比兜兜的还低，被老弟欺负完还要再被川川咬大脸蛋。如此看来，当年乔乔野外引种时遇到的又是一位柔弱但实在美丽的男熊。眼前这只挑逗游客的大熊猫，就是萌妹飞云的妈妈菲菲。虽然已经是28岁的老太太了，但绝美的容颜仍能迷晕万千猫粉。只是菲菲的待客之道有些新奇，每次看到游客跟自己打招呼，菲菲就会吐舌头，那架势仿佛在说略一群瓜皮，并且菲菲会对所有两脚兽一视同仁。当认养她儿子奥运的金主阮德慈女士来看望她并热情打招呼夸她靓女时，菲菲不屑地翻白眼，随后略吐舌头。只能说虽然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别的熊猫当妈后都会变得稳重爱干净，而菲菲即便已经是当太奶奶的熊了，却仍像个宝宝一样在泥地里打滚，甚至直接把小树连根拔起，将树根上的泥巴抠下来往头上抹。隔壁看热闹的金嘟嘟都懵了，心想居然还有比我更敬业的员工。此外，菲菲虽然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但她却格外迷恋夜生活，经常半夜起来炫饭，吃累了也不睡觉，而是自娱自乐吐舌头玩。并且菲菲吃饭时还有个小癖好，就是喜欢边吃边抠脚丫子，就连躺着吃饭也得倔强的翘起脚，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多消耗些脂肪。由于菲菲能吃能喝还不爱运动，比号称299.9斤的飞云还要胖。萌妹好歹腰是腰定是定的，菲菲却像个秤砣，压根就没有腰。菲菲自参加繁育以来17年的时间，共生育了9胎13载，夭折4载。2017年生下了自己的风山之作倾城，小家伙也被网友亲切称为太妃糖。倾城小时候比烂背心于可还妈宝男，菲菲走到哪小家伙就跟到哪，经常缠着妈妈亲亲抱抱举高高，还喜欢骑到老妈背上体验当蚩尤的感觉。不过尽管此时的菲菲已经22岁了，可她却一点也不想惯着熊孩子，反手把太妃糖踹进了沟里。大孝子倾城为了报复老妈，便趁着菲菲背对自己的时候，从背后偷袭老妈，一头把她顶下沟，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案发现场。不过有时菲菲的母爱上线了，就会主动过去揉好大人，哪怕太妃糖正在拉青团也不介意。然而在美食面前，菲菲好不容易积攒的母爱顿时荡然无存。只见她一把夺过好大人手里的竹笋，表示这笋太辣了，小孩子不能吃。可当倾城想抢自己手里的竹子时，菲菲高举手把大孝子推开。这或许就是母爱犹如龙卷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吧。看到爱宝多次爬树搜寻福宝的气息，才明白他有多爱自己的大女儿。众所周知，爱宝是不喜欢爬树的，但这天他刚出外场就直奔福宝的大树，拖着笨重的身体费力地爬上别墅，仔细闻着女儿福宝留给自己的信。
或许是意识到孩子即将离自己远去，爱宝伸手不停抚摸福宝的名牌，好像要把女儿的气味牢牢记在心里。虽然熊猫不会说话，但它们什么都懂。爱宝上一次爬树是在那场闻到福宝的气味，看到防滑胶上的牙印就知道女儿想爬树了。一向乖巧的爱宝爬上树帮福宝一起咬，虽然妈妈不在身边，但妈妈希望你能开心。第二天福宝营业时闻到爱宝的气味后，高兴地仰起头，用后背使劲蹭防滑胶，因为他知道了最爱的妈妈没有忘记自己。要知道福宝小时候有次爱宝听到了乐宝的声音，感觉危险的他叼起福宝就四处躲藏，甚至还用身体牢牢护着宝贝女儿。而当福宝和双胞胎妹妹隔门相遇的时候，他闻到陌生气味，非常愤怒，不敢动小。两个妹妹吓得想要逃离，却都不敢动。直到爱宝来到姐妹俩身边，福宝闻到熟悉的气息后，声音变得呜咽，似乎告诉妈妈自己很想她。爱宝听到叫声也没有应激反应，因为他知道门后是自己最爱的女儿。可见爱宝、福宝从未忘记对方。福宝刚出生时，爱宝不吃不喝照顾孩子，即便背部长时间常在栏杆上摩擦发炎了，爱宝也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孩子。这或许就是母爱可以抵挡一切困难吧。小小的福宝睡在妈妈大大的臂弯里，要摔倒的时候，爱宝会下意识接住他，还用手掌轻轻安抚女儿，哄她入睡。并且福宝从小到大没喝过一口盆盆奶，体型和妈妈差不多大了，还在喝母乳。爱宝疼得龇牙咧嘴，也不舍得推开女儿。在爱宝的悉心呵护下，福宝倔壮成长，每天变着花样闯祸，惹妈妈生气，无忧无虑地长到了该离家闯荡的年纪。而当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时候，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要离开了，到处标记给妈妈写告别信。几天后，爱宝闻到了福宝的气味，眷恋般的抱着木桥蹭来蹭去，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都舍不得离去，还坐在福宝原来的位置上营业。离别注定是伤感的，但未来也值得期待。希望福宝牢记妈妈和爷爷们的爱，未来熊生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蒙氏家族的成员有多爱干净？蒙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拽过毛巾，仔仔细细把脸蛋朵朵擦干净，心想又是我二小子帅晕众生的一天呢。完事后，蒙二还会把毛巾晾起来，顺便把自己睡的凉席晒到太阳底下，一整个就是爱干净讲卫生的模范小熊。有时黄脸奶爸没时间给二小子洗澡，蒙二就扒拉饭盆里的水先搓把脸，之后又把两只脚伸进去咕泳，感觉清洗的不够到位，蒙二更是直接伸手搓脚丫上的灰，一举一动都可爱到爆炸。而蒙家大少爷蒙大同样热爱洗澡，只见他坐在盆里，奶爸往他身上滋水，蒙大不停变换姿势，不放过任何部位。终于知道大哥为何白得发光了。先前洗澡接触了新产品沐浴草后，蒙大大是用石洗的，那叫一个癫狂，给面面奶爸逗得呲着大牙傻了。此外，蒙大不仅爱干净，还很热心肠，曾经趁木叔不注意溅了他一身水，甚至当初和三弟蒙兰做邻居时，蒙大还热心的帮弟弟洗了个澡。只不过虽然蒙大大开心的不得了，可把蒙兰给恶心坏了，恨不能脱掉皮带。而这也让三太子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只见蒙兰坐在大浴池中拨弄水花，然后像模像样的搓起澡来，争取不放过任何能藏污纳垢的地方。洗到浑身舒坦后，蒙兰来到吊篮旁边，拿起木叔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开始擦，背后够不到就铺好毛巾再躺下蹭，一整个就是要成精的前奏。看着今天阳光正好，适合晒太阳，蒙兰叼着湿哒哒的毛巾爬上木架，并特地将毛巾摊开挂到树上晒，很难不怀疑蒙兰皮套下藏着人。不过蒙家兄弟几个之所以爱干净，其实是遗传自老妈徐萌萌女士。萌萌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漱口、洗脸、洗脚，仔仔细细的一项都不能落下。徐老爷为了让闺女有更好的生活体验，特地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雄性化洗澡方式。普通淋浴款萌萌不太喜欢，一掌打掉了喷头；豪华喷头款萌萌玩急眼了，卸掉了阀门。唯有浴缸泡澡款是萌太后最喜欢的，服务员还会手动提供淋浴服务。对此萌萌表示太喜欢了，下次还来。此外，他不光自己爱干净，还强迫孩子。当萌萌还在基地带萌宝萌玉的时候，看到熊孩子玩耍时蹭花了脸蛋，萌萌非要把小玉拖到水池里洗干净，还把闺女堵在墙边不让她逃跑，直到把萌玉洗到白的发光才肯罢休。只能说大熊猫活得比两脚兽还精致。